为什么古田任三郎这部推理神剧会被众多网友称之为是岛国侦探片的巅峰之作，甚至还有人说它是日剧史上划时代的经典？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看过它的人都对它赞不绝口？好了，影片开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田任三郎第1季第5集将棋骑士杀人事件。岛国某旅店里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将棋冠军挑战赛，8段老将米泽对战天才少年龟人。现在比赛进行到第4场赛点局，前面的3场米泽都以完败告终，现在第4局也处于劣势的一方。如果这场再输的话，那么他将痛失晋级决赛的资格。看着龟人轻松的样子，还吃起了糖果，米泽提出风棋明日再战。将棋的规则是这样，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提出风棋的一方要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下一步棋的走法，然后将纸装进信封袋里密封起来，再交给裁判保管。等到明日开赛时，提出风棋的人就要按照纸上的那一步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劣势的那一方通过长时间的思考而想出破解的办法来翻盘。随后2名选手在信封上签字，今日的棋局到此结束。然而到了晚上，裁判拿着封书找到米泽，质问他为何不将自己下一步棋的走法写进封书里。米泽表示已经写下，明天开封便能知晓。可裁判一眼就看出米泽的小心思，他对着米泽说道：“你在封书里什么都没写，肯定是想连夜找出破解的办法，然后在明天开赛前换掉封书的内容，这样你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实现逆风翻盘。”接着裁判继续说道：“如果你真的在封书里写了的话，那么你可以简单说一下你下一步棋的走法吗？”米泽表示，等明天开赛之前，没有人能公开封书的内容。裁判也是一样，见米泽始终不承认，裁判决定拿着封书到将棋委员会，当着评委会的人员打开信封求证。然而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之时，米泽拿起桌上的烟灰缸，狠狠地朝着裁判的脑袋砸去。随后画面一转，古田和金泉出差也刚好入住了这个旅店，两人在房间里下起了将棋。虽然金泉在破案方面不如古田，但是棋艺方面却完全吊打他。古田正焦灼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于是他借此机会耍无赖，搅乱了整个棋局。古田开门一看，原来是旅店的经理，因为今天入住登记时，金泉在登记表上留下的职业是警探，于是经理找到两人，声称现在旅店里有命案发生，想请他们过去查看一下。随后古田和金泉来到案发现场，只见裁判被泡在浴缸里，头部受到重击。米泽是怎么伪装这一切的呢？最后他又是怎么被古田识破的？咱们接着往下看。米泽拿起桌上的烟灰缸，狠狠砸死了裁判。随后他将尸体拖回房间，把衣服脱光，将裁判放进浴缸里。他准备将这一切伪装成是裁判洗澡时不小心摔倒撞到后脑意外身亡的假象。紧接着米泽来到卧室，将裁判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好，然后把封书放在桌上，清理完指纹后又返回到自己房间，将地板上的血迹擦掉。由于血溅得到处都是，米泽擦了半个多小时才差不多清理干净。随后古田和金泉来到案发现场，金泉装模作样地查看了一下尸体的情况，他声称这应该是死者洗澡时不小心摔倒的意外身亡事件。古田看了一眼也表示，从表面上来说的确是这样。正仔细思索着，服务员拿出一张客房服务的单据，想让古田代签一下。紧接着古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等服务员走后，他指着床上的衣服说道：“按照常理来说，经常穿西装的人是不会这样叠衣服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挂在衣橱里才对。而且死者的西装外套是挂好的，而西裤和衬衫却放在床上叠得整整齐齐，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所为。”古田表示，床上的衣服是凶手叠的，并且凶手应该是平时不穿西装或者根本就没穿过。说完，画面一转，警方抬走了裁判的尸体。米泽和将棋委员会的人正在讨论明天的棋局，古田在一旁上下打量着身穿和服的米泽，边看边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看上了米泽呢。商讨中，众人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明天的比赛要照常进行，那么就要更换棋子，因为比赛专用的棋子被放在了裁判的保险柜里。现在裁判去世，没人知道密码，而且评委会的人员表示，棋子在保险柜里，那么封书也应该在里面，没有封书只能取消对局。说完，古田从桌上拿起了一个信封，询问众人是不是这玩意儿。一旁的米泽假装不知情地说：“就是这个。”古田表示：“咱们打开看看。”评委一把抢过，说是明天才能打开。随后问题解决，古田找到米泽，询问封书到底是什么情况。米泽也给古田解释了一番将棋的规则。接着古田继续问道：“比赛结束后，你是否独自约见过裁判？”米泽表示，自从比赛结束，他就一直在房间里休息，没见过任何人。说完，画面一转，来到了第二天早上，米泽正在吃早餐，古田走过来，又和他聊起了穿搭。交谈中，米泽表示自己很喜欢和服，从来没有穿过西装，因为他不喜欢身上有很多口袋。说完，古田表示和服也有缺点，那就是叠的时候很麻烦。米泽声称叠习惯就好了。接着古田又意味深长地说道：“裁判房间里的衣服也叠得非常的整齐，
连西装裤都叠好了。我想叠衣服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凶手，或许凶手是个女人也说不一定，因为男人们都知道西装裤是不用叠的。说完，米泽声称比赛要开始了，于是他顺手拿了一根牙签离开了这里。殊不知，就是因为这根牙签，古田锁定了他就是凶手。将棋大师为了赢得比赛杀死裁判，古田仅凭一根牙签就锁定了凶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第二天，比赛如期进行。开赛前，米泽剪开信封拆开了封书，可令人没想到的是，里面的白纸上居然写着他下一步棋的走法。评委人员读出封书的内容，米泽则按照内容走出了下一步。这下轮到天才少年归人犯愁了，米泽的这一步棋彻底扭转了局势。与此同时，古田也来到了比赛现场，他向评委人员借走封书查看，在封书上的左上角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标识。随后，古田拿着封书找到金泉，询问他是否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意思。金泉看了一眼，说道：“这是女人的性别符号。”古田愣了一秒，朝着金泉的额头狠狠拍去。这还用你说呀？我也知道是符号，可这是谁写的呢？它又代表着什么意思？与此同时，赛场上龟人陷入了绝境之中，米泽在外面散步透气。趁此机会，古田拿着封书找到了他，并询问他这个标识是什么意思。米泽接过一看，摇了摇头，声称不是自己所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古田说：“总感觉很熟悉，但是又想不起来是啥。”说完，他将封书反过来一看，瞬间笑出了声。原来这个标识如此简单。随后，古田返回赛场，想要寻找装封书的那个信封袋，可翻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比赛这边，时间已经过去了2个钟头，龟人想不出办法破解，只好随便下了一步。眼观棋局，胜负已分，米泽只要再走一步，他就能赢下此局。围观棋局的众人也知道了他下一步棋的走法。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落子之时，米泽迟疑了几秒后，将棋子落在了最不应该放的位置上。米泽的这一步棋引起了场外围观群众的不解，众人一片哗然，纷纷说他这一步棋葬送了此局。果不其然，龟人趁胜追击，很快就将局势扭转了回来。米泽无奈之下也选择了认输。就这样，比赛结束，古田找到评委，得知刚才比赛所用的棋子来自米泽那里，古田瞬间就明白了所有事情的真相。随后，古田表示，想要找出此案的真相，需要注意2点：第一是封书上那个标识是谁写的，标识又代表着什么意思；第二是米泽为什么要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上故意下错棋来放弃胜利。随后，古田找到米泽，在揭露他是凶手之前，和他玩了一个游戏。古田说：“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米泽随口一答：“长颈鹿。”说完过后2-3秒钟，古田打开了信封，只见里面的白纸上就画着一只长颈鹿。紧接着，古田拿出一根牙签，表示长颈鹿就是他刚刚用这根牙签所画出来的。接着，古田拿出一张复印纸，对着米泽说道：“封书上你用的把戏就是这样。提出封棋后，你将复印纸和一张白纸装进信封袋里，然后冥思苦想，想出破解的办法。等到第2天，你又趁人不注意，在信封外面用牙签写上了那一步棋。就这样，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扭转了局势。”随后，古田拿出封书，指着那个标识说：“我是因为他才明白你的作弊手法的。”古田将封书旋转了180度，原来这是古田的古字。案发那天晚上，服务员找古田代签名时，古田一不小心垫着信封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封书上才有了这个标识。说完，米泽表示：“你的证据呢？现在你所说的信封也没有，就算信封还在，最多也只能证明是我比赛作了弊，不能证明是我杀了裁判啊。”古田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对着米泽说：“你杀害裁判的证据我也找到了，其实严格上来讲，是你自己找到的，这也是你为什么故意放弃最后胜利的原因。将棋中，你最后那一步落子的位置，想要赢就必须完成生变，而完成生变就要将棋子翻转过来。你不敢将它翻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颗棋子的背后有死者裁判的血迹。”说完，古田将那颗棋子翻了过来。看到这一幕，米泽终于承认了他所做的一切。影片也到此结束。本期视频相对于往期来说，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米泽为了赢棋而杀人，最后却为了掩盖杀人而故意输掉了棋局，这大概就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微妙因果关系吧。好了，本期视频中的男主名叫坂东八十助，是岛国著名的歌舞伎名优。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给小森点个赞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